叶凡，欠老子的30万，今天该还了吧？王彪，是你开车撞瘸了我的腿，你让我赔你钱，我赔你妈！我撞瘸你的腿，明明是你碰瓷儿挂坏了老子的车，你他妈还敢动手！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扔进河里，让他好好凉快凉快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竟然没事，腿也有知觉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会有艘船？船里不会有什么宝贝吧？难道我能看到物品的价值了？错版光绪通宝，价值30万。30万！这么个小小的铜钱，竟然能值30万！50万！发了发了！气不够了，先上去吧。这怎么回事？刚才在水下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好在玉佛没事儿，这可是50万啊！王彪，你给我等着！地图是说的珍宝阁就是在这条街啊，怎么就找不到了？正好去问问。老东西，敢不经过我允许进集团捡垃圾？我错了，我马上走，我马上走。老东西，刚才捡到什么了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好东西归我了。老东西，你还捡到什么了？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光天化日当街行凶，就是这么做保安的。你他妈谁呀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？江氏集团人事部主管是我小舅子，你他媽敢惹我？今天这件事让我撞了，我就非管不可。媽的，小兔崽子，老子先弄死你！王虎，王虎，江总的平安购丢了，我给你15分钟的时间，马上给我找到。江总管，咱们园区这么大，15分钟哪能找到啊？那个平安扣是我媽媽留給我的遺物，如果你們找不到，就都給我滾！江總息怒，您放心，今天一定能給你找到。他們兩個是幹什麼的？江總，這個老東西是個撿垃圾的，被我抓到說了幾句。不過，這個小伙子我從來沒見過，我懷疑您的平安店就是他偷的。你說什麼？誰敢和老子作對，老子玩死你！該死的小偷，偷到我們江氏集團來了，你們給我把他抓起來，送到執法隊去。等一下。平安扣不是這個年輕人偷的，是他。平安扣在他身上。江總管，不是我呀，這個老動物是誣陷。放屁！一個撿垃圾的老人家平白無故誣陷你幹什麼？
他是因为我說了他在報復我，你可千萬不能相信啊！我每天兢兢業業的工作，絕對沒有做過一件不利於集團的事兒啊！是不是你？搜一搜就知道了。大小姐，沒有。不可能，明明在他口袋裡。老東西，我知道了，你和這個小兔崽子是一夥的，平安扣肯定是你們偷的，想往我身上潑髒水，做夢！你們幾個，給我把他抓起來！老人家沒必要騙我才對。搜不到呢。原來在這裡。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把我的平安扣拿出來，否則我不能保證他們會做什麼。江總，平安扣的位置我已經知道了，我肯定給你一個交代。你要做什麼？江總，你的平安扣就在這。王虎，你敢偷我的東西！江总饶命！江总饶命！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不用说了，你还有你那个做人事的小舅子，马上從我的公司滾蛋！江总，我知道錯了。嘿，活該。真是謝謝你，這是給你的報酬10萬元，感謝你幫我找回了遺物。不用了，舉手之勞而已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希望江總能讓這個老人家在這個集團收垃圾，畢竟誰也不容易，不是嗎？老爺子，您一個人要小心點，下次我可不一定能幫到你了。你等一下。這是我的名片，以後有事隨時找我。謝了。這人有點意思。老闆，長眼，瞧瞧你們這號稱江城第一的字號，接不接得住這樁潑天的富貴？去，我們這兒沒有破爛，上別的地方看看吧。你這人怎麼說話的？我不是來收破爛的，我是來賣古董的。就你這窮酸樣，還懂古董？知道這櫃檯什麼木頭嗎？黃花梨，摸一下你半年工資。一個沒眼力見兒的家伙，知不知道人不可？大清早的吵什麼呢？老闆，這家伙一身腥臭味，一看就是窮酸小子。我這不趕人呢嗎？這是明代的金枝玉佛。混賬東西！大開門的絕世天漏都敢往外攆，是嫌珍寶閣的招牌太亮，還是覺得老夫的家法不夠狠？立刻給老子滾去後堂跪着！這位小兄弟，你這件寶貝可真品啊！我閣願高價收購，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呀？那敢問老闆能給我開多少錢？一身護城河的泥腥味，多半是走了狗屎運，從哪兒撿來的生坑貨。看他這窮酸樣，估計正急着用錢。老夫狠狠壓他一巴掌，轉手就能淨賺20-30萬。這金質玉佛紋理細密，形神兼備，只是玉佛略有瑕疵，我願出30萬。老狐狸敢算計我，看我今天讓你放心。百年字號就這點格局，拿30萬打發要飯的，你這算盤珠子都快崩小爺臉上了。這寶貝，老子不賣了。小兄弟留步，價格不合心意，咱們可以再談啊！
古玩行里漫天要价，落地还钱是常规，价格好商量，老夫再给你加点，再加点儿。老朽刚才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存了称你斤两的私心。不想小兄弟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眼光。明人不说暗话，这尊永乐玉制金佛，我珍宝阁出50万现金，当场转账，絕不掉半點鏈子。做生意當然要講誠信啊，不過50萬是剛才的友情價。既然老掌櫃先往我的算盤裡摻沙子，那就別怪小爺抽你的骨髓。活閻王，老夫真長了豬腦子，非要踢這鋼板。今天硬生生被這小子挖走一塊塊心頭肉啊！放血就放血，這寶貝要是被南派退家吃了，我北派珍寶閣非摘牌。好，就80萬。邢老板給的價公道，成交。吃肉不吐骨頭，心思細，手段狠。這小子絕非池中物，老夫非得找個萬全之策，把他死死拴在我老張家。爽快！今天老府交了你這個忘年交，現在就轉賬。80萬！爹，那个老板，您女兒啊？婉婉，怎麼了？爹，剛剛有個人來店裡想要出手這個明代竹雕犀角杯，我來看看，這是不是真的？這位是？我叫葉凡，是來賣古董的。沒錯，我剛從小兄弟手中得了件寶貝啊！你們年輕人啊，應該多交流交流啊。竟然是個仿品，裡面竟然還寫着人名。妙啊！刀工蒼勁，包漿厚重，絕對是明代頂級名家的傳世大作。100萬，這件寶貝老夫要了。瞧把您高興的，我這就去把後堂的劉老闆請出來。這位就是劉明劉老闆。張老闆果然是行內專業鑑寶師啊！這件寶物你可滿意？滿意，實在是太滿意了。100萬，老夫現在就給你當場轉賬。這張老頭雖然做聲油花了點，但底線還在。剛才也沒拿我當軟柿子捏，這場騙局老子今天管定了。等一下，這個是假的。你這乳臭未乾的窮小子，胡說什麼？我這可是大價錢淘來的珍寶，你也敢胡言亂語？小兄弟，話可不能亂說。老夫縱橫北派古玩行30餘年，看過的真器比你走過的路都多，怎麼可能是假的？老掌櫃，年資可當不了護身符。劉老闆，既然你對你身上這件金壽衣這麼有自信，敢不敢跟小爺賭上一局生死盤？如果你這寶貝是真的，我雙倍價錢給你；但如果你這寶貝是假的，你就以真寶貝的價格賠我，如何？賭就賭，老子在江上玩鷹的時候，你還不知道在哪個泥潭裡摸沙呢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鐵證，老子讓你橫着抬出去。張老闆，您再拿出來看看。自然的傳世包漿，歷經數百年磨搓，應該入骨3分，瑩潤內斂。可您睜大眼瞧瞧這杯身中段，賊光刺眼，死板僵硬，活像刷了一層劣質清漆。您再仔細看杯口和杯底，它竟有機器打磨過後的毛刺，這一看就是現代工藝的產物。你這是雞蛋裡挑骨頭，血口噴人！老掌櫃，別聽這滿嘴胡言的狂徒在這壞了規矩。不見棺材不落淚，小爺今天就大發慈悲，砸碎了你這層王八殼，讓你死個明白！看好了！
刘老板，大明朝可没有简体字，路明2022年制，出场不满4年，搁着跨时空认祖归宗呢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犀角杯内部竟然写着陆明的名字。这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仿品制造大师吗？竟让我碰上了！爹，这确实是个现代仿品啊！一群不识货的玩意儿！哎，别走啊！你还欠我100万呢！喂，老了，差点看走眼了呢。老板，您太过谦虚了。要我说呀，您就是没有仔细看清楚，这叫智者千虑，偶有一失，算不上砸招牌。衣着质朴却能看透真假，还懂留台阶，有点意思。下手狠，心思细，简直是天选之才。婉婉正直芳华，我这基业看来后继有人了。小凡啊，你结婚了吗？啊？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结什么婚啊？哈哈哈！做我女婿吧，千万家产，满屋古宝，全当你小子的嫁妆。老掌柜，你这弯拐的也太快了吧！爹，您这也太着急了。张老板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，我家煤气要炸，先撤了。小伙子，以后常来呀，我保证都给你公道价。算盘比猴精，手撕骗子比土匪狠，怎么一遇到男女感情，倒像个没开荤的纯情小子？80万，怎么用透视眼再多赚点？看一看啦，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啊！这个多少钱啊？小兄弟好眼光，这可是我走了10里8村收来的。这样，我收你1万如何？你这老板不老实啊！这是仿品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啊？哼，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也是坑人，不买不买。小兄弟留步！看来是个内行。哎，您尽管看，价格咱们好商量。我给你算最低价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我看那块玉佩不错，当个护身符用，多少钱？这个可是上等羊脂玉，别人我都要1万，这样我收你8000。8000就8000，成交。还以为是个内行，没想到是个蠢货。这破玉佩成本才50，賺翻了。1500萬，找到另一塊就是3000萬，賺翻了！這次真賺翻了！是你？你们认識啊？張伯伯，他就是幫我找到母親遺物的人。原來如此，都是緣分吶！張大師，今天主要是想讓你幫我看件東西。好，好，好，快拿給我看。這不是江家祖訓中失散的玄黃冥環佩嗎？爺爺一生都在尋找的另一半，竟在他手中。這不是？沒錯，正是唐代開元年間工藝品，玄黃冥鸞佩與紫氣伏虎穴是一對。這塊玉佩，你從哪裡找到的？要不，還是先讓張大師看看。這可是個好寶貝啊！和田羊脂白玉材質，材質細膩如羊脂，透光性極佳，層次分明，細如髮絲，是真品無疑啊！張大師，好眼力，不愧是鑑寶大師啊！不知這玉佩給個什麼價？我能給3000萬。3000萬，他是不是把萬當成元了？江總，不瞞您說，這玉佩是一對，這只是一塊，
您给的价格，哈哈哈哈！叶小兄弟果然是实诚人，不错。这玉佩确实是一对，不过另一块紫气伏虎雄正在江府上，所以江总才愿意双倍价格买你的玉佩。原来如此。一句话，卖不卖？哈哈，卖，必须卖！江总，您这价格我不卖不成傻子了。今往后您就是我的大老板。少油嘴滑舌，我江若云从不欠人情。拿着。3天前我还被王彪按在鱼塘里灌泥水，今天就成千万富翁了。这系统比亲爹还亲啊！既然玉佩已经找到，我就告辞了。不过下周就是藏宝拍卖会了，叶凡，我在藏宝拍卖会等你。藏宝拍卖会倒是可以去长长见识。说，江总，藏宝拍卖会刚刚发来邀请，1周后他们的拍卖会，询问您是否参加。告诉藏宝拍卖会，我不仅会到场，还会带一个当场吞了我3000万、胃口不小的小子去。凡哥哥，下周藏宝拍卖行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你陪我去吧。都赶一块儿了，张陆婉约我，江若云也要去，那我当然得陪可爱的陆婉妹妹去啊。先别管别的，先赚钱再说。叶凡，你化成灰老子都認識，你害我丟了金飯碗，今天得給我賠個金棺材。這片青花瓷乾隆年間的，1片10萬，你撞碎了3塊，零頭抹了30萬。你這是改行幹碰瓷兒了啊！王隊長，你這演技比當保安時強多了，改行是對的，這行更適合你這種眼瞎的。我說你這乾隆青花瓷是上周從景德鎮快遞來的吧？快遞費比瓶子貴吧？少他媽給我廢話！今天不光撞碎的要賠，麻袋裡的都給我包圓了。王哥，別激動，我賠。這蠢貨碰瓷兒都不專業。等等，麻袋裡有東西在發光。王哥，你這廢品裡有一件是真的嗎？5000萬的寶貝，拿給這瞎子去碰瓷兒？這個你打算要多少錢？哼，該死的掃把星，害我丟了工作，看我今天不餓死你！上次你在江總那兒舉報我，他給你10萬，你把這個錢給老子吐出來，我今天就放過你。我根本就沒要那10萬塊，好不好？我現在身上就5000，你要就要，不要我報警了。5000就5000，拿來，算你小子識相，別再讓我看見你。今天撞了什麼大運啊！撿到這麼個寶貝，我應該去淘寶拍賣行啊，說不定能拍出更高的價格。葉先生，歡迎您選擇我們藏寶拍賣行來拍賣您的物品。但是我得提前跟您說一下，我們拍賣行只做最頂尖的珍寶拍賣，是不會拍賣價值低於100萬的物品的，還望您理解。哦，是挺高端的。這人穿得這麼土氣，一看就不是什麼有錢人，又是個媒貨硬裝的。林先生，您要是沒什麼事的話，我就恕不遠送了。等一下，程經理，那如果我有壓軸的東西呢？這是西周青銅鼎，葉先生，我能上手看看嗎？當然可以。真譜，價值至少5000萬。葉先生，您只要確定在我們拍賣行拍賣，我保證你的青銅鼎必定是壓軸之物。一言為定。這是我們最高等級的 VIP 卡，現在您是我們集團的貴客了。
这个拍品呢，也会作为我们下周拍卖会的压轴品。届时您一定要来。这是我自己的 VIP 卡，叶先生有事可来我房间啊。看来来的都是有钱人，不知道我的宝能卖出什么价？叶先生，您可算来了，快请，快请，前排给您留着位置呢。此人什么来路？竟让程经理亲自引入细作？他旁边是珍宝阁千金钟鹿婉。原来你拒绝我是同陆婉妹妹来的。连江氏集团江若云也主动与其搭话，此人到底什么来路？不过看其穿着如此朴素，倒不像是富家少女。100万，帮我拍得真正藏品。好，江总大喜。欢迎各位贵宾莅臨藏寶拍賣會，今日首件藏品宋代百鳥朝鳳圖，起拍價100萬，每次加價不低於10萬。250萬。350萬。高于300萬太貴，這我喜歡的東西不計代價，人也是。不知我的青铜三足鼎什麼時候上啊？接下來本次壓軸品，西周三足青銅鼎，內含西周銘文。是不是？据我所知，此物仅此一件，怎麼再次出現？今天就算什麼都拍不到，能看到如此物件也值了。是啊，這青銅三足鼎價值不菲，不知會花落誰家。果然不凡。這是真的嗎？我眼神看出來的東西還能有假嗎？這絕對是真的。好，這鼎我要定了。不知是哪位先生出售的此等寶物，有幸見一見就更好了。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西周三足青銅鼎，起拍價5000萬，每次加價不低於500萬。5500。6000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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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000萬，8000萬，價格還在往上漲，這次真要賺瘋了。我去，簡直是神仙打架啊！不知道還能不能再高點兒？兩位美女難道不參與一下嗎？這可是絕版啊！今日所帶金額有限。咦，江總，這是點天燈啊！可不是嘛，這可是要跟到底啊！那誰還敢搶？肯定入江家了。1億成交，西周三足青銅鼎歸江總所有。恭喜葉先生以1億價格拍出三足鼎，這是您的銀行卡，請收好。什麼？西周三足鼎是你的？怪不得江總與其主動搭話，連珍寶閣千金也圍着他轉，真是人比人氣死人。葉先生，請隨我來辦理手續。怪不得爹爹想讓他繼承這個，原來他竟有如此寶物和眼力。陸婉妹妹，
你是说张伯伯想让叶凡继承珍宝阁？对啊，我爹还说要收他做女婿。我也很喜欢凡哥哥。好啊，叶凡，你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江总还没走啊？陆婉呢？怎么这么关心陆婉妹妹？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买了你的青铜鼎，你该怎么谢我？年薪1000万，喷骨配车，配我亲自定。江总，我八字勇克老板。巧了，我命你专克员工，要么你克死我，要么我耗死你。我选 C， 我选回家。好，你住城中村，你往哪跑都是有的地方。凡哥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还以为你走了。走吧，回珍宝阁。玉石巷传来邀请，想要让老夫前往参加玉石会。老夫拒绝了。叶凡，你替老夫去，长长见识。我。能否看透玉石？我去。江总，您已经输了500万了，还敢继續跟我賭嗎？有什麼不敢？以前我江家沒怕過誰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賭個大的。這位是我花大雅價錢請來的劍寶大師朱石，你不可能贏的。好，你說怎麼賭？如果你輸了，你就帶着江氏嫁入我周家。江氏做嫁妝？你，如果你輸了呢？周大少爺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也得看你有沒有那個吞天的好胃口。要是你輸了，就當眾跪下給江總道歉。你是什麼人？我是江總請來的鑑寶師。就你這樣還懂鑑寶？說你是收破爛的還差不多。這年頭什麼人都敢來賭石啊？就是啊。人家周總請來的可是專業鑑寶師，他這個毛頭小子怎麼可能比得過？我看呀，江氏跟江總馬上要改名姓周了。你還懂賭石？第一次，試試吧。兩位貴客，請到原石區任選一塊石頭，開創料50萬一塊，隨緣區5萬一塊。大師開始選石了，咱們跟着學學。我沒看錯吧？朱石拿的竟是紅色滿玉料。張大師果然沒說錯，這裡真有極品玉石，不過居然都在隨緣區，倒是給我省錢了。他竟然從隨緣區拿料子，看來真的不懂賭石啊！這下周總贏定了。就是，隨緣區怎麼可能有好料子？這也太兒戲了！小子，現在認輸還來得及，學兩聲狗叫，再來給我當奴才。就這塊。
小子，你这塊料子這麼粗糙，可是開不出好料子的。你不用在意錢，區區50萬一塊，我江家出得起。江總放心，我早就聽聞這賭石要麼一刀窮，要麼一刀富，選開窗料都沒意思，要選就選這白石。你可知道，你若是輸了，不僅你要去周家當奴才，我江家也要被周家吞并。放心吧，你跟周家沒緣分。你跟我未婚妻瞎說什麼呢？我剛才是在說，一會兒看你跪在哪道歉比較合適。你廢話少說，劉老闆請開始吧，我先開。這塊料子明顯有一條紅色蟒帶，開窗處的豔紅色更是極其純淨，明顯是一塊上好的料子。就這一塊，你們輸定了。這麼大塊料子，要是真是極品血石，至少值幾千萬呢。周总这次賺大了，他吞併了江氏，以後那還不是呼風喚雨的存在？要不說是周總呢，你看這眼光多毒辣！血石只是材质棉素略显驳杂，并不纯洁。虽然不是极品血石，但这麼大一塊，至少價值1500萬呢。看來江總注定是我周家的人了。放心，我會好好疼你的。区1500萬就想吞併我江家，胃口未免也太大。就你那塊破石頭也想贏過我？怕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別叨叨了，開始，給他開開眼。這塊石頭質地粗糙，雖然表面上有淡淡的紫羅蘭色花紋，但是紋路雜亂，裡面很難有料的。石頭還沒開出來，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。若雲妹妹，別掙扎了，你注定是要給我暖床的。快看，石頭解出來了！什麼？你竟然開出了春帶彩！居然是罕見的春帶彩！這是冰種春帶彩啊，水頭充足，幾乎沒有裂痕，簡直是欣賞性和稀缺性兼備啊！這麼大塊的春帶彩，至少值2000萬吧？是啊是啊，這位小哥簡直是神人也！江總，這塊玉石能不能讓給我？我願出2000萬。你得問他。2000萬雖高，但跟神岩給的價格還低了不少。我出2200萬，我出2500萬，我出3000萬。這麼大塊玉石做成飾品，肯定能大賺一筆。我們這兒正好需要一塊鎮店的原石，你若把它讓給我，以後我這兒的石料葉先生先挑。沒想到價格還被叫上去了，3000萬已經超出價格閾值了。行，劉老闆，我賣你面子。行了，周總，別坐着了，願賭服輸，快，履行承諾。我不服！周總，在商言商，你這麼耍賴，以後誰還跟周氏做生意？你敢不敢再給我賭一把？如果我贏了，咱們一筆勾銷；如果我輸了，我不僅磕頭認錯，我再給你1000萬，我還會鑑定字畫。你敢跟我賭字畫鑑定嗎？我就不信你還能贏。我們已經贏了，不跟他賭。沒事，江總，您放心。看來我的透視眼能看透所有物品的價值和真假，那他跟我比，什麼都必輸無疑啊！沒想到周總這麼着急送錢啊！行，咱們比一比。巧了，本店正好收來一幅字畫，是一幅《江南春圖》。這幅畫是我從一位好友手中3000萬收來的，據說是4大才子文徵明的作品，請二位幫忙鑑定1、2啊！好家伙，一幅畫就要3000萬，有錢人的世界真是奢侈啊！劉老闆花3000萬買的，怎麼可能是假的？哼，你看那小子壓根兒不敢上前，我看壓根兒是不懂字畫吧？就是，我說剛才他賭石是運氣，現在需要真才實學了，不行了。這畫居然有2層，看來古人為了保護真跡，會藏針於仿是真的。小子，你不走近看看，是打算放棄嗎？誰說鑑定字畫一定要湊近看？我現在已經看出真假。你也太狂妄了！剛才賭石你運氣好，現在鑑定字畫你輸定了。葉凡，你還是湊近看一看吧，不可托大。這字畫的真偽往往就在細節之處。不用，我現在就可以告訴劉老闆我的鑑定結果。不用，我先說，此畫為文徵正的真跡無疑。好。你確定是真跡？這次你必輸無疑。開始講解，
讓某些人死不明白。此画为明代嘉靖年间特制宣纸，墨色为文征明常用的松烟墨，画中山石仅画轮廓，以极细的线條勾勒形態。笔法工致綿密，稍帶生澀，於經書中見製作，正是文徵系細筆山水立家畫的特點。款文徵明印、橫山等印章，連筆走勢與館藏真跡分毫不差。這當真是真的，這絕對是真跡！小子，趕緊認錯吧！我周正大人有大量，放你一馬。要我說呀，這幅畫是假的。什麼？你又不再仔細看看，這幅畫它怎麼可能是假的呢？他竟然說是假的！小子，我就跟你說，字畫鑑定是一門高深的學問。你現在跪下磕頭認師，我哪天心情好還能教教你。跟他廢什麼話？他既然說是假的，那不妨說說假在哪裡？大家看這幅畫的印章，這文徵明印的文字外形過於方正，而文徵明的印章一般這裡都會略顯圓潤，這才是文徵明刻章的一貫作風。我看他就是嘴硬，我就看不出來有什麼區別。一派胡言！這宣紙老化的痕跡做不了假，墨色氧化也完全符合年代特徵，你憑什麼說它是假的？因為它是明代仿品。什麼？明代仿品？他說這幅畫是古代的假貨，這就說得通了，為什麼畫質和墨都是明代的？怎麼樣？他說的是不是？這畫和印章確實有些問題。剛才我看墨和畫紙都是明代的，我就沒仔細看。老子花這麼多錢請你來當飯桶的嗎？我花了3000萬就買了件古代仿品，我真是瞎了眼啊！劉老闆，你先別太傷心，我還要恭喜你。什麼？小友，我未曾得罪於你，你為何這般落井下石啊？劉老闆，你別着急，這畫外層雖然是仿品，但是它的內層是實打實的真品。什麼？還有內層？胡說八道的吧！我從來沒見過還有雙層裝裱的畫。不信，你可以把它打開看一看，到時候就一目了然了。荒唐！這種古畫怎麼可能還有雙層？而且一旦拆裱失敗，畫作損毀，這個責任你承擔得起嗎？反正現在是假的，說不定拆開以後還能拆出真的。你敢不敢再賭一把？如果拆開沒有雙層，不但要給我2000萬，還要跪着跟我道歉，叫爹！周正，你別太過分了。好，我可以跟你賭，但是你輸了，你不但要下跪跟江總道歉，還要叫我一聲爺爺。以後你們周氏看到江氏，繞着走。臭小子，我非要你跪在我面前！劉老闆，你就給他拆了吧。如果沒有內層，我3000萬給你滿了。葉凡，差不多得了，以免節外生枝。放心，江總，您且看好就是了。好，我拆。下面是不是真有東西？真有東西！这竟然是真的！这個年輕人到底什麼來頭？我怎麼從來沒在鑑寶界聽過他的名字啊？這是典型的藏真與仿，古代作家為保護真跡，特意在外層裝裱一幅臨摹作品。劉老闆，來你看，這個文徵明印就是文徵明真跡的鐵證。沒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還能看到這種技法，這幅真跡保存完整，氣韻十足，是文徵明的頂級珍品啊，價值至少5000萬。5000萬？那劉老闆還賺了2000萬呢，這得多虧這位大師啊！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，小兄弟。這樣，我出500萬當鑑定費。哎，劉老闆，您太客氣了。謝謝劉老闆啊。公司還有事兒，我先回去了。周董，咱們的賭約還沒兌現呢。周總，你不會輸不起吧？周總，這局是你定的，願賭服輸啊！周總可不能耍賴！趕緊跟江總道歉！別耍賴啊！就是啊，別耍賴啊！
誰說我耍賴了？江总，对不起，爷爷。乖孙子，磕头要响，道歉要诚。来，大点声，爷爷耳背。爷爷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江总注定是你周家的人，现在江总是我甲方，你是我孙子，按辈分你见了江总得叫奶奶。你怎么不愿意？那1500万加200万改口费，刷卡还是现金？还没问先生尊姓大名啊？叫我叶凡就好。叶先生，过几天我店里还会再进一批新的原石，您到时候可一定要赏光啊！我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。一定一定。江总，您这庙我算是拜过了，就是这和尚得去花园了，回见。哎呦，小兄弟，别来无恙啊！别来无恙啊！你这块石头多少钱？这是从农村收来的，有人说是真迹，你要诚心要，3000塊賣給你。這攤主還真是有珍寶，卻不識貨。我看你也不容易，這樣吧，我5000買了。小兄弟心胸寬廣，老朽謝過了。這麼巧啊，陸婉。葉凡，我正找你呢。我先接個電話。葉哥，出事了！你先別急，咋了？我爸被人忽悠，拿買房的50萬買古董，結果想拿去高價出貸，結果人家說是假貨，錢1分都沒了。他從哪兒買的，你知道嗎？玉石巷，一個叫陳橋的人。行，你先別着急，我幫你打聽這個人。那你可一定要幫我啊！行。我父親想請你看看祖傳匣子，他始終參不透其中玄妙。傳家寶，或許張大師認識這個陳橋。行，那咱們趕緊走吧，別讓張大師等急了。父親，我把他帶回來了。哎呦，你來了，快坐。張大師，您這是？我父親酷愛杜甫。這幅《杜甫行吟圖》是他剛從拍賣會收來的。這是張家世代傳承，我們一直都在追尋珍藏杜甫相關的物件。沒想到張大師是杜甫的狂熱粉絲，我手裡的石碑這下有好去處了。好家伙，這裡全是真品，珍寶閣果然名不虛傳，就是不知道我的石碑能賣個什麼價錢。張大師，我剛才就見你擺弄這個匣子，這裡面是什麼呀？這是我們張家的傳家寶，祖上傳言它價值連城，可4代人下來，始終沒人摸清它的玄機。今日請你過來，就是想和你一同研究一番。匣子裡竟然藏着杜甫詩稿的宋代課本殘頁，果真不愧是傳家寶。匣子通體嚴實，沒有半點機關縫隙。尋常人也捨不得損毀，難怪張家4代人都沒能發現秘密。這匣子不簡單，裡面暗藏家族。哎呀，我現在真是無從下手。我知道機關在哪。哦，樊哥哥，你怎麼知道機關在哪兒？我不光知道機關位置，還清楚開啟的方法，只不過手段會有些殘暴。張大師，您看這……也罷，我信得過你。放手幹吧。好。我的傳家寶啊！這是什麼？真的打開了，樊哥哥，你怎麼知道裡面有夾層的？你看這夾層嚴絲合縫，半點縫隙都沒有，除了砸開，根本沒有別的辦法。這難道就是沒錯？這是杜甫詩稿的宋代課本殘頁。哎呀，小樊啊，我們張家4代人的夙願終於在我這一代實現了啊！張大師言重了，我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。小樊，這份恩情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你。看得出來，您是真的熱愛杜甫。正巧，我手裡也有一件杜甫相關的物件，快，拿給我看看。張大師，您看，
這塊石碑看着平平无奇，難不成這小子這次看走眼了？莫非這就是杜甫流傳下來？沒錯，這正是明代萬曆年間藩客杜甫延公9日南山詩詞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凡啊，这件东西我一定要买下，你開個價，多少錢可以割愛啊？張大師雖痴迷杜甫造品，可我要是盲目喊高價，反倒容易讓他心生芥蒂。張大師，正所謂寶劍配英雄，您這般痴愛杜甫，這物件只有在您手裡才值當，價格您看着給吧。這小子看得出我愛不釋手，卻不趁機坐地起價，不知是他拿不準市價，還是另有所圖。好，我出2000萬買下它。張大師，這物件市場價也就1600萬上下，您直接給到2000萬，足見是真心熱愛杜甫，晚輩佩服。這小子不光眼力好，還懂行知分寸，我可真是挖到寶了。小凡，我這就給你轉錢。謝謝張大師了，打今兒起別叫我張大師了，叫我張伯伯。恭喜父親得償所願，也恭喜凡哥哥。對了，張伯伯，我剛好想跟您打聽個人。哦，誰？玉石巷的陳橋，您聽說過嗎？他呀，知道，在玉石巷開了家寶源閣，平日裡線上直播幫人鑑寶，這2天正籌辦線下鑑寶會，生意看着挺紅火。那他借着線上鑑寶行騙的事兒，您知道嗎？行騙？還有這事兒？我一個朋友在他直播間買了假古董，整整被騙了50萬。小凡，你也懂行裡的規矩，無憑無據的，咱們也拿他沒辦法。不過你放心，我有樣東西給你，你拿着這個，說不定能派上用場。婉兒今天下廚，我要跟小凡把酒言歡。不了，張伯伯，我這就去會會那個陳橋。聽說陳大師眼光毒得很，經他手的寶貝從來沒看走過眼。那可不，我這東西在家放了半輩子，今天就等陳大師長眼，說不定能值幾十萬。什麼？價值2000萬？這麼值錢的寶貝居然拿來墊桌腳，看來這個陳橋根本就是個不懂裝懂的冒牌貨。我爹當初就是天天守着他的直播，被他忽悠得暈頭轉向，非要把買房錢拿出來買古董。先沉住氣，人馬上就出來了。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，他裝的一副大師模樣，背地裡全是坑蒙拐騙的勾當。陳大師來了！陳大師，我終於見到您本人了！今天又能從陳大師手裡淘到好東西了，跟着陳大師準沒錯。我爹就是看了他的直播才上當的。歡迎各位藏友遠道而來，今天咱們這場鑑寶大會全程同步線上直播，線上線下的朋友都能一起交流啊。規矩還是老樣子，真東西我幫大家估高價，假東西我當場砸了，絕不讓一件假貨流出去。我爹就是信了他線上的鑑寶直播，才被騙走50萬啊！他嘴上說砸假貨，砸的全是別人的真東西。先別急，看看他今天到底耍什麼花樣。是狐狸，遲早會露出尾巴。在正式鑑寶之前，照例先給大家介紹幾件店裡新到的珍品，全是100萬級別的硬貨。但今天為了給遠道而來的家人們謀福利，我把價格直接砍到底。陳大師真是闊綽啊，跟着陳大師有肉吃！陳大師萬歲！好家伙，居然全是假，最贵的也就是1盆菜，也敢拿出来糊。第一件，清代乾隆釉彩花鳥瓶，正宗官窑胎底，花鳥紋路栩栩如生，釉色溫潤飽滿，市場價至少120萬。今天給粉絲們破地價80萬，直接帶回家。這居然是乾隆年間的官窑，80萬也太值了吧！这漏不减簡直虧大了，我要了。第二件，羊脂白玉牌，雕工藏龙臥虎，玉質細膩油潤，市場價80萬，
今天粉絲價只要50万。我出50万，多留人。最后一件，明代鎏金菩萨像，鎏金厚实，工艺精湛，博物馆同款，拍卖的上千万。今天给家人们放底价，只要100万。哥，这听着个个都挺值钱啊，不像假的。全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这位先生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說。我陈橋鉴寶5年，全網粉絲100萬，能拿假貨糊弄大家嗎？就是啊，陳大師什麼身份，能騙你這點錢？陳大師鑑寶多年，豈能有錯？輪得到你一個外行指手畫腳？看你這窮酸樣，估計都比臉都乾淨，不懂就別裝懂，出來丟人現眼。我不是，我意思是，我兄弟意思是，陳大師這桌子上所有東西加起來，都沒這塊墊桌腳的石頭值錢。這不是我前2天從垃圾堆隨手撿來墊桌腳的破石頭嗎？這小子這麼說，難道是看出我台上的都是假貨了？哈哈哈，這位先生可真會開玩笑，一塊墊桌腳的破石頭能值什麼錢？誰說我開玩笑了？這塊石頭我願意花100萬買下來。100萬買塊破石頭，這人怕不是腦子不好使嗎？擺明了人傻錢多，等着被陳大師坑呢。花100萬買塊破石頭，難不成這石頭真有什麼門道？怎麼看都是塊普通石頭啊！這家伙怕不又是個人傻錢多的主，沒準以後還是我的大客戶。這位先生要是真心喜歡，我肯定願意成人之美。但我寶元閣從不做坑人的買賣。這塊石頭不值錢，您真心要，給100塊就行。價值2000萬的鳳紋白玉，100塊就賣了，搞得我都有點不好意思找他麻煩了。不過也坐實了，這就是個純騙子。陳老闆真是大氣。好，錢貨兩清，陳老闆可別後悔啊。先生說笑了，一塊破石頭而已，我有什麼可後悔的？好，哥，你幹嘛花100塊買塊破石頭啊？這錢買煙抽不好嗎？這可不是破石頭，這是唐代和田玉鳳紋白玉，只是年代久了，外層裹了層厚污垢。這真是玉啊，哥，你眼力也太神了！低調，今天你就看好我怎麼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把你家的錢1分不少要回來。我爸就是看他拿這把錘子砸了好多假貨，才被他騙得5迷3道的，對他的話深信不疑。等着吧，一會兒就他好看。現在咱們的鑑寶大會正式開始，有請第1位藏家王虎先生，第2位藏家劉老闆。真是冤家路窄，王虎哪來的膽子拿假貨來鑑定？沒想到這劉老闆手裡除了值錢的玉石，居然還有這麼值錢的真品。原來如此，王虎是跑這兒當托的，那正好連你一塊收拾。這位先生帶來的可是罕見的清代珐琅彩，這可是當年我奶奶的陪嫁，家裡傳了好幾輩了，家傳的寶貝，看來這是真品無疑啊！我出價50萬，讓給我！大家先別急，是真是假還得我鑑定過才算數。這竟是乾隆官窯珐琅彩，底色用的是胭脂水料，釉面流光厚重，底靠是正宗乾隆官窯鑽體，市場價至少150萬。這成色實屬罕見，錯過了可是要後悔終生的。陳大師說的對，我出150萬，160萬，180萬，我要。這群騙子一唱一和，500塊成本的東西都敢喊到150萬，什麼？這東西也是假的？這就是化學顏料染的色，機器噴繪加手工勾線，再用激光雕個款制，成本最多500塊。那咱們趕緊戳穿他呀，不能再讓他坑人了。急什麼？這不還有一件沒看的嗎？好，那就恭喜這位先生以200萬的價格拿下這件清代珐琅彩瓷碗。接下來咱們看看第2件藏品。這是我父親從資深老收藏家手裡收的，說是宋代歌謠。我父親玩了一輩子瓷片，篤定這是真品，今天特意請陳大師給長長眼。你這個是假的呀？什麼？
这是假的，不可能啊！这是现代仿品，你看这开片全是化学药水泡出来的，胎质粗糙，纯纯的新货，毫无争议的假货。没错，就连我都看出来是新的。哼，这种破烂也好意思拿过来，浪费陈大师时间。不可能，这开片是自然形成的，釉里是千年包浆。陈大师，您再仔细看看，再仔细看看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古玩圈就是被这种假货给污染的，今天砸了它，杀鸡儆猴！不要，不要，住手！这可是我父亲珍藏一辈子的宝贝，绝对是真的。你毁了一件国宝啊！陈大师砸得好，就该净化古玩界的歪风邪气，假货就该当场砸碎。陈大师砸得太过瘾了。刘老板，别太伤心，下次老爷子再收古董，尽管找我，我保证给你把好关，绝不让你再踩坑。刘老板，陈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砸碎的是价值1000万的宋代歌谣珍品？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懂个屁古玩！也敢在这儿对陈大师大呼小叫！又是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叫叶爷爷，叶先生。看在你年轻不懂事的份上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但我陈朝鉴宝5年，我的鉴定绝对不会错。就是，我看这人就是想蹭直播间的热度，想红想疯了。这年头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质疑专家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大家看清楚，这碎片的釉面温润的像凝固的酥油，这就是歌谣独有的酥油光，是上千年自然氧化形成的。现代工业仿品只能烧出刺眼的玻璃光，根本宋代歌谣最標誌性这種特徵。陳喬，你連酥油光和金絲鐵線都認不出來，也敢自稱鑑寶大師？對。我父親生前反覆說過，歌謠開片就是金絲鐵線。你們在摸着胎質，鬆而不垮，堅而不硬，像香灰一樣，這是歌謠特有的香灰胎。你們別聽他胡說八道，一個毛頭是人工做就的假貨，藥水泡出來的開片，誰不會做？好像真的和陳大師說的不一樣啊，這釉面看着確實潤，不像是新東西。這胎質真像香灰，不像是新仿的粗糙胎。做舊，割骨釉料是天然礦料配方，含腦令鈣成分，仿品用的全是化學，用不上。是不是文物檢測站測一下釉面成分，一驗便知。我剛查了資料，歌謠酥油光、金絲鐵線、香灰胎，這個葉先生說的全是真的。那被砸壞的，不會真是宋代歌謠珍品吧？陳大師，怎麼不說話了？剛才砸東西的氣勢哪兒去了？就算你說的頭頭是道又怎麼樣？正規文物鑑定得提前預約，排隊等幾個月都正常。你現在空口白牙亂說，分明就是故意壞我名聲。普通鑑定的確得等幾個月，但有了這個，我現在就能去文物局做加急檢測。這是珍寶閣張墨林大師親手交給我的特許證，夠不夠分量？這個特許證全省都沒幾張啊，居然在他手裡。看來這葉先生身份不一般啊！難不成陳大師的鑑定真的錯了？你少在這裝神弄鬼嚇唬人！我鑑寶這麼多年，什麼寶貝沒見過？這次豈不會看走眼？誰說你就這一次看走眼了？這塊石頭還記得嗎？100塊從你這兒買的墊桌錢。對了，你剛才還想花100萬買這塊破石頭，你的話根本就不可信。我當初說花100萬買，是因為它根本不是普通石頭，這是唐代和田玉鳳紋白玉，市場價值2000萬。2000萬！這灰撲撲的破石頭，真能值2000萬？這不可能！絕對不可能！你就是在胡說八道！不可能。那陳大師不妨說說，普通石頭和和田玉該怎麼鑑別區分？和田玉硬度比普通石頭高得多，那要是劃幾下就知道，有劃痕的就是普通石頭，和田玉根本劃不動。哈哈哈，好啊，那不如陳大師親自劃劃看，當場驗驗真假。這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沒錯，這唐代古玉的包漿和土沁是千年歲月滲進去的，根本做不了假。這就是唐代和田玉，這真的是唐代和田玉鳳紋白玉啊！墊桌腳的石頭居然是天價寶貝，這樣價值連城的寶貝，你拿來墊桌腳，你根本就不懂鑑寶，也配在這開什麼鑑寶大會？你這是造假！你肯定是中途把石頭換了，我當初墊桌腳的就是塊普通石頭。在場幾百雙眼睛都看着呢，我從拿到石頭就沒離開過座位，換沒換還用我說嗎？不過話說回來，我還真得謝謝陳大師，價值2000萬的寶貝100塊就賣給我了，這份大禮
我记下了。至于你嘴里的这些正品，不过是化学颜料喷出来的低仿货，拿酒精一擦，颜色立刻就掉。你陈桥根本就是个靠碰瓷诈骗混饭吃的惯犯，什么清代宫廷陪嫁品，全是你编出来的鬼话，连真假都分不清楚，也敢自称鉴宝大师，你也配？姓陈的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清代釉彩花鸟瓶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要是假的，我饶不了你！退钱，把骗我们的钱全退回来！退钱！退钱！报警！报警！抓骗子！你还想跑？你砸了我父亲的传世宝贝，还到处行骗，还毁了文物！你这种人就该得到法律的惩罚！不能让他们跑了，一个都别放走！文物局吗？我实名舉報，運石巷寶源閣涉嫌團夥詐騙，涉案金額超千萬，還故意損毀國家級文物。頭怎麼這麼暈？張伯伯，多虧了您的特許證，陳橋那夥人全落網了。張伯伯，張伯伯，您醒醒！喂，120嗎？玉石巷珍寶閣有人突發暈倒，麻煩立刻派救護車過來。爸，你怎麼了，爸？医生，我父親他怎麼樣了？有沒有危險？突發性腦溢血，年紀大了，加上連日操勞導致的。送醫及時，調養得當，會慢慢好轉。但接下來幾個月絕對不能勞心費神，必須靜養。父親這一病倒，趙海山師伯肯定會趁機來搶珍寶閣閣主之位。趙師伯是誰？他是我父親的師度，當年因為盜竊珍寶閣鎮閣秘寶被逐出師門。他要是聽說父親病倒，一定會趁機上門奪權。樊哥哥，求你幫幫珍寶閣。師兄，別來無恙啊！趙師伯消息還真是靈通，我父親剛住院，您就聞着味兒趕來了。師侄女說笑了，珍寶閣是我師門根基，閣主出事，我自然要來探望。只是師兄這身子恐怕很難再支撐閣中事務了。師兄一生無子，總不能把珍寶閣交到外人手裡吧？趙伯伯好大的威風，張伯伯還好好躺着呢，您就趕着來分家產。江侄女，這是我們珍寶閣的師門家事，外人沒資格插嘴。那如果我是珍寶閣女婿？哈哈哈，笑話，你說是就是了。除非張墨林親口承認，否則你一個外人無權插手珍寶閣半分事務。師兄病倒，珍寶閣不可一日無主。按閣規，閣主因故不能理事，須由閣老會見證，舉辦閣內鑑寶大會，勝者暫代閣主之位。你少在這裡假惺惺！我爸只是病倒了，輪不到你來越俎代庖。假惺惺，師侄女兒，規矩就是規矩。5位閣老我已經請到樓下了，3日後你我對戰3局，由我親自與你對戰，3局2勝，勝者暫代閣主，全權執掌珍寶閣。張伯伯只是病了，不是死了。你這麼急着覬覦閣主之位，是盼着張伯伯早點死嗎？臭小子，別忘了你只是一個外人。我趙海山以閣老會作保，公平比試。陸婉，你可敢接戰？我接。哈哈哈哈！好，3日後珍寶閣正堂不見不散。他特意加重口氣說親自與你對戰，就是故意堵死了我待戰的路。這老東西，算盤打得夠精。樊哥哥，你放心，我從小跟着父親學鑑寶，未必就會輸，我會盡力的。第一局由我出題，請閣老呈上成化斗彩杯。看成化斗彩，先辨胎，胎薄如紙，釉潤如玉，再辨彩，恰紫嫣紅，各不相混。最後看款式，成化銅體字，桌中藏繡。此杯胎釉雖好，紋飾也精妙，但底款處多了一筆紅色顏料，似是不慎濺落，又似後人添改。
我断其为偽作。师侄女看得倒是仔細，只是這般重器，還得讓老夫再細看看。畢竟年輕人閱歷淺，容易看走眼。閣老請看，這杯底哪有師侄女說的什麼顏料？分明是胎釉自帶的一點火獅紅，被師侄女誤認了。不可能，我方才明明看見了，那道紅痕清清楚楚。師侄女，鑑寶一道最忌疑神疑鬼。這成化鬥彩杯胎薄又潤，葡萄紋用的是正宗叉子料，款技是典型的成化銅體，我斷其為成化官窯真跡，市價至少300萬。陸绾，杯底並無你所說的顏料痕跡，這確實是成化斗彩真品。第一局，趙海山勝。還有2局，只要撐到父親醒過來趕到這裡，一切就還有轉機。張伯，您倒是醒啊！您再不醒，珍宝哥真要姓趙了。陆绾一個人根本扛不住趙海山那老狐狸。張伯，您可算醒了！趙海山设局逼宮，逼着陸绾比鑑寶閣主位，陸绾正在前面獨自硬撐。您再睡下去，閣主位子就落到那老東西手裡了。小凡，你可願做我關門弟子？當日問你願不願做我女婿，並非玩笑。老朽無子，見你年紀輕輕，眼力竟遠勝於我，早有收徒之心。你若肯替我守住這一局，珍寶閣所有秘寶盡歸你管，陸绾也托付給你。張伯，我答應您，但我不是為了秘寶，是為了陸绾，也為了您這一生關門弟子。趙海山那個老東西，我幫您收拾。好，扶我起來。這第2局再輸，珍寶閣就真保不住了。父親，我該怎麼辦？師侄女，你都站了半天了，還看不出真假嗎？就剩最後1分鐘了。你要是現在直接認輸，我保證接管珍寶閣後，必讓你和師兄體面離去。等一下，這一局我來。師兄，你怕是忘了閣規吧？珍寶閣內部事務只能由本閣弟子參與。葉凡非親非故，憑什麼插手我閣內紛爭？葉凡既是我的關門弟子，也未來的珍寶閣女婿，你說他有沒有資格？你竟然將珍寶閣交到一個外人手裡！好，好，好，我倒要看看這小子究竟有多大本事！婉兒，去陪你爹，這裡交給我。我相信你。趙師伯，看在你以大欺小的份上，我今天就讓你輸得難看一點。狂妄！古玩界比的是眼力，可不是誰的嘴巴硬。這老賊居然在寶貝的銘文上暗動手腳，尋常人湊近了都未必看得出來。可惜今天碰到我，定讓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趙師伯，您這暗痕做的不講究啊，多了一筆，跟蚯蚓爬似的。你胡說什麼？我鑑寶20餘年，豈會限於用這種卑劣手段？我看你是辨不出真假，故意血口噴人，想壞我名聲。動沒動手腳，你心裡比誰都清楚。唐代青銅匣那面銘文歷經1000年，本該自然侵蝕，深淺一致，偏偏有一筆刻痕粗心，紅臼都沒長齊，是近段時間才劃上去的。您做手腳的時候手抖，刻的這明顯太不仔細。那筆銘文確有一處後刻暗痕，與原跡侵蝕程度不符。第2局葉凡勝。謝謝。別謝，晚上請我吃飯就行。開玩笑的，你沒事就好。既然你眼力了得，下一局我就不跟你比鑑寶了。好眼力，小子，是我小看你了。不過接下來才是重頭戲，這一局不見真假，比斷代。此物為戰國和氏璧殘片，誰斷代最精準，誰勝。不好，這是死無對證之局。和氏璧殘片傳世極少，斷代爭議極大。他是故意設下畫術陷阱。戰國玉，明代起。我若說是戰國，他便拿切割痕反駁說是明代；我若說是明代，他便拿玉質反咬我說是戰國。老東西，當真狡猾。怎麼，張墨林的關門弟子就這點眼力，連斷代都不敢？不敢斷，便算你輸。趙師伯，這玉璧我不斷代。不敢斷代，便是認輸。我還當你有多大本事，原來也不過如此。
因为它根本不是和氏璧残片。实载和氏璧侧耳氏之色璧，正耳氏之色白，是天下独一份的奇玉。此玉质虽为战国和田玉不假，但这断口处的蟹沁是明代朱砂混交做的旧。明代有人得了这块古玉，重新切割，伪造沁色，冒充和氏璧残片，招摇撞骗。您让我断代，是断玉材的年代，还是断器物的年代？玉是战国玉，器是明代器。您拿一道本身就无解的题来考我，是因为您自己也清楚，这题本就没有标准答案。各位前辈，鉴宝大会比的是眼力，不是旁门左道的手段。赵世伯拿出一件连自己都断不明白的正义珠，不是为了鉴宝，是为了故意难倒对手。此物是古玉真玩不假，绝非贗品，但也绝非和氏璧残块。我断它为战国玉材，明代成器，后世仿沁，名不副实。断口切割痕确为明代沱具所留，沁色浮于表面，是人工做就无疑。叶凡所言分毫不差。赵世伯，您不仅手脏，心更脏了。你好，今日算你赢，但你我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咱们走着瞧！你这个逆徒，给我站住！师兄，你这是何意？我既已認輸，難道還走不得了？30年前的賬，該清算了。逆徒趙海山，30年前盜賣珍寶閣鎮閣秘寶汝窯青天喜，這筆賬我還沒跟你算。盜賣的竟是汝窯青天釉喜，那可是傳世孤品。大逆不道！此等欺師滅祖的醜事，你也做得出來？珍寶閣豈是你想來就來、想走就走的地方？趙海山，你若不歸還閣中至寶，此生永為我珍寶閣之敵。請祖師相取烏木鑑寶尺。按門規，逆徒趙海山即刻脫下師門堂章，折斷鑑寶尺，於祖師像前磕頭認罪，從此永逐珍寶閣，永世不得踏入閣門半步。張墨林，你30年前就知道我盜賣秘寶，為何偏偏今日才清算？因為今日我才有了能接下這規矩的人。珍寶閣，張墨林，我定要讓你們遺臭萬年！張伯，這規矩我接住了。從今往後，珍寶閣就交給你手了。沒用的廢物，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好，我還當你能拿下北派珍寶閣，結果連個毛頭小子都對付不了。周宗師，絕非我不盡全力，只是那個叫葉凡的年輕人眼睛實在非比尋常，仿佛能看穿一切。我所有手段都被他一眼識破，才會敗在他手上。看穿一切，我周鼎元走南闖北幾十年，靠的就是這雙眼睛。一個毛頭小子也敢稱能看穿一切，笑話！當日他當眾辱我兒，今日又壞我吞併北派珍寶閣的大事，這筆賬也該好好算一算了。張墨林呢？沒空，忙着呢。何人？周鼎元。張墨林，你關門弟子葉凡當日侮辱我兒周正，今日該算賬了。3日後南北鑑寶大會，3局全勝為贏，輸1局則算全輸。珍寶閣沒有理由接下戰書。別急着拒絕呀，看看我帶了什麼再說。宋代汝窯天青釉喜，當年趙海山從珍寶閣偷走的鎮閣之寶，你若贏了，物歸原主。這是汝窯天青釉喜。汝窯天青釉喜，全球傳世不足100件，張伯找了整整30年，我接。賭注不公，你若輸，只還1件汝窯喜；他若輸，卻要珍寶閣退出古玩界。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？好，我若輸，不僅歸還汝窯喜，周鼎元名下所有產業盡數併入珍寶閣，
從此南派歸北。周宗师，这赌局我接了，但空口无凭，立字据，找公证，3日后见。就依你言。樊哥哥，你有把握吗？周鼎元可是南派宗师，手段恐怕不一般。没把握也得打，这东西就当是我给张伯的拜师见面礼。小樊，你可千万小心。周鼎元20年前便凭一双眼统一南派古玩界，如今更是南派宗师之首，绝不是赵海山那种旁门左道能比的。小子，即便你眼力再好又如何？这输一局便全输的规矩，只需一局，我就让你珍宝阁永世不得踏足古玩界。这可是南北两派的生死局啊！听说珍宝阁要是输了，从此就彻底退出古玩界。你看那边，珍宝阁居然派个毛头小子上场，难不成北派真没人了？我看啊，这场对决根本毫无悬念。周宗师什么身份？赢他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此物为宋代胡天瑶隐青碗。小子，听说你眼力过人，那就断一断这胡天瑶的真假。周宗师，我不光眼力好，还最擅长收拾老东西。鉴宝比的是眼力，可不是谁的嘴巴硬。有股淡淡的醋酸味。周宗师，您复烧新釉之前是用醋酸泡洗老胎去了浮光吧？北宋柴窑一气烧成，釉面气泡大小不一，疏密天成，浑然一体。您这2次入窑复烧的，气泡整整齐齐分了2层，肉眼都能看出分层线。胡天瑶影青，釉光本该是清如天，明如镜，温潤內斂。您這釉色清得發賊，亮得刺眼，是現代告白釉調了清料燒出來的，根本不是宋代影青釉。確實，釉下氣泡有明顯分層，卻為2次燒結的老胎新釉。第一局算你過。周宗師，這種貨色就別拿出來丟人現眼了。我時間很緊，沒工夫看這些上不了台面的東西。狂妄，你才贏了1局而已，好戲還在後頭呢。清代乾隆官窑粉彩瓶，葉凡，你眼力好，那就給他估個價。10斤。要热的還是涼的？熱的。葉凡，你放肆！這是官窑重器，你竟敢拿10斤隨意糟蹋！周宗師，清代官窑用的都是天然礦物材，100年不退，遇水不化。您這材料遇熱就墮色，膠底子都浮出來了，標準的民國化學彩。乾隆粉彩講究玻璃白打底，花瓣暈染由深到淺，層次柔和。您這花瓣是直接畫在釉面上的，沒有那層白粉底，分明是後加的新彩。老胎新彩，胎是真的，彩是假的。這瓶子也就值個平身子的錢，3000塊，不能再多了。材料脫色屬實，確為老胎後加彩。第2局，葉凡勝。我的天，这器型这釉色，正宗的北宋定窑啊！2400万都算捡漏了。刻畫這麼清晰的完整梅瓶，市面上根本見不着。周宗師，這是壓箱底的寶貝，都拿出來了。北宋定窑白釉刻花梅瓶，3年前倫敦蘇富比秋拍的壓軸拍品，當時7位陶瓷泰斗聯名鑑定，
成交價2400萬。這第3局我不為难你，只問一句，是真是假？叶阁主尽管细看，要是拿不准，叫阁老们一起上手也行，免得回头有人说我周牧以大欺小。这老东西总算拿出件真东西，前2局不过是试探。不对，系统不可能同时出2个结果，难道系统崩溃了？上半截胎佑全对，下半截完全不对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难怪系统数据冲突，上半截是北宋定窑残器，下半截是现代高仿胎底，接口打磨的严丝合缝，在复烧挂釉盖住痕迹，肉眼根本看不出破绽。怎么，叶阁主看了这么久，是真是假很难断吗？要是实在拿不准，说一句看不透也不丢人。毕竟这种级别的重器，年轻一辈能上手的机会可不多。怎么会？樊哥哥从来没露出过这种表情，难道这瓶子真的天衣无缝？不难断，就是这周宗师这手艺藏的确实有点意思。周宗师说的没错，这上半截刻花，刀法斜削入胎，一刀一刀切，是北宋定窑工匠独有的半刀泥绝活。釉色白中闪黄，如象牙凝脂，这是正宗北宋定窑的牙白釉。单凭这半截，也算得上宋瓷精品。那它是真，但行里有句老话，叫定窑看底，底在圈足。一件东西真不真，底足说了才算。上半截生清月，胎质坚密细腻，是宋代老胎没错。下半截生闷哑，发飘发空，是当代高岭土掺石英砂的仿胎，密度烧结度根本对不上，一气2胎，不是接底是什么？婉儿取盆清水来。万养至胶，耐高温，耐磨损，能瞒过肉眼，能瞒过碳，但它密度和瓷胎不一样，泡水就会显形。周宗师，您拼接的时候磨得再平，釉补得再匀，这胶线终究藏不住。确有胶线，严丝合缝的接底器，老夫第一眼居然都没看出来，这手段太高了。我断它上半截为北宋定窑珍品残器，下半截为当代高仿接底。整器拼接造假，非完整原器，按古玩行规以赝品论处。此局假。叶凡所言分毫不差。第3局，叶凡胜。怪不得赵海山会败在你手上，倒是我周某小看你了。今日算你赢，这笔账咱们来日方偿。等一下，周宗师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账还没结呢就想走？宋代汝窑天青釉玺，还有周家名下所有产业，之前签的合同、字据、公证文件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愿赌服输，周宗师总不会当着南北两派所有人的面想赖账吧？算你狠！张伯，您找了30年的东西，我给您讨回来了。30年了，整整30年，终于回家了。周家名下所有古玩铺、手织作坊、仓铺行，从今日起全部并入珍宝阁，从此南派归北，南北古玩界再不分家。但南派各位师傅的饭碗，我叶凡保了。原南派工匠、掌柜待遇不变，职位不动。珍宝阁绝不让手艺人餓肚子，更不会让傳了幾代的老手藝斷了根。好你个叶凡，咱们的梁子还没完，咱们走着瞧。3家临街搞玩铺，2个烧瓷作坊，还有城西那条街的7间铺面。好家伙，这下发了！
一个人躲在这兒偷偷算賬呢。剛才台上對着周鼎元那麼威風，怎麼散場了反倒蹲牆角數單子啊？5個多億的家當呢，不得數數清楚，萬一少了一間鋪子，那多虧啊！瞧那點出息，剛才怼周鼎元的時候，也沒見你這麼財迷。廢物！當初若不是你率先敗給葉凡，打亂我吞併北派的全盤計劃，我周家100年基業全毀在你手裡了。周宗師現在倒會推卸責任，那尊節節梅瓶是你親手拿出的壓正重器，當眾被揭穿作假，淪為整個行當的笑柄，這也能怪到我頭上？若不是你先前連敗錯了士氣，若不是你貪心不足，執意要吞併珍寶閣，又怎會落得傾家蕩產？兩位，吵夠了嗎？你是什麼人？未經允許私闖我的書房，誰讓你進來的？在下錢遠山，只是一名四處奔走的生意人。我見二位如今處境窘迫，特意登門，想談一樁足以翻身的大買賣。我們現在一無所有，要錢沒錢，要事沒事，拿什麼和你合作？20億。這筆資金來自櫻花國國立博物館，我受委託在國內收購古董，需要借助二位的眼力與人脈，以仿品的低價收購民間傳世珍品。你是替櫻花國人做事，這般行徑等同於出賣整個華夏古玩行當。周宗師，你落難落魄之時，往日稱兄道弟的同門可曾出手相助？趙前輩被閣老會驅逐之際，又有誰站出來為你說一句公道聲？事成之後，二位每人可分得5億，剩餘10億留作收購本錢。我給你們3天時間仔細考慮。櫻花國那邊並不着急，但這20億的翻身機會僅此一次，一旦錯過，往後二位恐怕只能沿街擺攤謀生。20億啊！有了這筆錢，我們不僅能東山再起，甚至能徹底超越珍寶閣。這筆買賣我幹了，我也幹了。不過我有一個條件，我要讓葉凡身敗名裂。放心，等我們站穩腳跟，第一個要砸爛的就是珍寶閣的招牌。孫兒得了白血病，醫院天天催8萬手術費，實在沒辦法了，我才連夜趕路，把祖傳的物件拿來變賣。老鄉，有些話我實在不幸開口，但憑着良心也必須跟您說實話，這物件只是民國仿品。啥？仿的？仿的倒是有幾分模樣，也有些年頭。您拿着它去別家問價，恐怕5000都難拿到。我看您着實着急用錢，也算盡一份善心，8000我收下。賣。8000塊對一個莊稼人來說，已是天文數字。他只會滿心感激，絕不會心生懷疑。趕緊入庫。我們收的從來不是古董，是老百姓的信。他們信我們這些所謂專家、宗師，那我們就把這份信任按仿品的價錢來支付。樊哥哥，那邊怎麼這麼熱鬧？人這麼多，過去瞧瞧。您這件東西看着年代久遠，實則是仿品，別家最多給3000，我出5000，
已经是頂格价了。原来是假的，多谢周宗师指点，太感謝了。还真是冤家路窄。樊哥哥，那只铜杯盏明明是价值不菲的珍品，周鼎元明知真假，还敢这样明目张胆騙人。我们现在就上前，当众揭穿他的把戏。现在贸然冲上去根本没用。周鼎岛老奸进化，我们手上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根本奈何不了他。再说那位路人已经完成交易，满心欢喜拿着钱離開。倘若讓他得知自己平白虧了79万5千，一時接受不住，恐怕會當場急暈過去。他打着高價收購古董的幌子，背地裡專做坑蒙拐騙的勾當。既然他想玩這種手段，那我就陪他好好玩到底。眼下他四處搜刮民間珍品貨源，我正好主動給他送點好東西上門。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？他專門收購民間藏品，那我就扮成主角串銷的頭子，給他送一件重磅珍寶。我還要讓他心甘情願掏出價錢購買，這就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。桃子，接下來你配合我完成2件事。第一，你挑選幾個面生的手下，守在遠山大賞門口，只要看到哭着離開或是意識到賣虧了回返理論的百姓，立刻上前登記信息。第二，3日後我會喬裝打扮，帶着一件高仿器物前往遠山大賞變賣，你就偽裝成鑑寶師，當眾斷言這件物件是真品，價值不菲，主動出價收購。我們一唱一和，引幕後之人主動入局。放心，葉哥，這2件事我一定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江總，有件事想請你出手幫忙。周鼎元和趙海山合夥開了遠山大賞，借着櫻花國勢力的名頭收購古董，故意把真品當成仿品壓價，專門坑害普通百姓。我需要他們完整的收貨記錄、資金流向，還有所有受害者的名單。你打算做什麼？我想釣魚收網，但動手之前必須先把對方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。你手下有專業的調查團隊，派人盯他們3天，查清每一筆收貨明細、成交價格，以及他們藏匿贓物的倉庫位置。調查產生的各項費用如何結算？費用好說，這件事辦成之後，珍寶哥給你多抽1成股份。成交。共計317件民間珍品，涉案總金額高達15億6千萬，受害百姓足跡遍佈7個省市。老闆，這是俺娘留下來的物件，聽她說從前是宮裡娘娘用的，麻煩您幫忙長長眼。打開看看，就是件民間仿品，頂多是上世紀70、80年的物件，釉色輕浮，胎質也粗糙得很。5000塊，我收了。這分明是萬歷五彩官窯大褂實打實的真品，這位老哥，我出200萬買下它。哎呀，你可真是雪中送炭，這下我孫子的學費總算有着落了。這東西真品不一，價值至少2000萬。我出400萬，我出1000萬。你是什麼來歷？竟敢和我競價？1500萬，3000萬，5000萬。老朽身上確實沒帶這麼多現錢，這件物質就讓給這位先生了。好，成交。葉凡，钱先生，5000萬已經到賬，多謝關照了。
不可能，這分明是真品，胎質、釉色、滴塊全都沒問題。底牌是我親手寫的，胎土用的是景德鎮現挖的高岭土，釉料就是普通化工颜料，這纹兒800塊就能包郵。您要是喜歡，景德鎮的工匠還能再燒10個，2大促優。钱先生，托您的福，今天這場戲演的可是相當痛快。你这是诈骗！5000万！喂，我要告你！告我？您仔細看看，合同上白紙黑字寫的清清楚楚，藏品經雙方現場鑑定，一經成交概不退換。這份合同還是您自己擬定的，這麼快就忘了？各位街坊鄰居都聽好了，此人名為錢遠山，打着櫻花國高價收古董的幌子，專門坑騙咱們華夏百姓的傳家珍寶。河北保定的劉老漢，祖傳明代宣德爐價值300万，被他們說成仿品，只用8000塊強行收走。山西平遙的王寡婦，宋代定窯碗市值150万，最終只拿到2萬塊。不止这些，這是他們近3個月的全部收穫清單，300多件民間珍品，涉案金額超過15億。他們騙走的全是老百姓的救命錢、養老錢、孩子的學費。簡直是畜生，連老人家的養老錢都要騙！賣國賊，把老祖宗留下的東西騙去國外，良心何在？完了，這下全完了。錢遠山涉嫌組織文物詐騙，惡意壓價收購民間國寶，非法走私文物出境，現對你執行逮捕。周鼎元、趙海山涉嫌團夥詐騙、非法經營，一併逮捕。你給我等着，櫻花國那邊絕不會放過你。錢先生，這只800塊的國寶你帶進警局慢慢審訊。另外提醒一句，你那20億收購資金也已經被依法。周鼎元那老小子人品雖差，可他家產歸入北派之後，珍寶閣這個月的流水直接漲了3成。葉凡，最近古玩界發現這處唐代密宮，門上雙槽與我手中雙佩十分相似，陪我走一趟，1個億酬勞。多少？1個億，稅後。張總，這單買賣我接了，不過地宮之內凶險難料，我得帶上1個人同行。隨你安排，但我提前說明，此行我還另外請了1人，房國棟。房國同，就是北派那位老古董宗師。休得放肆！房宗師是北派如今碩果僅存的泰斗，也是鑑寶界輩分最高的前輩。他經手過的唐代重器數量比你見過的贗品還要多。江總3顧茅廬才將他請出山一同探工，你見到他必須心存敬重，萬萬不可舉止造次。張伯伯，我向來敬重真有本事的人，只是怕這位房族師瞧不上我這個毛頭小子。我也要去。婉兒，那可是凶險的地宮，不是逛街逛商場。開啟密宮的雙佩在江姐姐手上，你單獨跟着她進地宮，我放心不下。他這是不放心我，還是不放心江若雲？我心裡就只有你，別說1個億，就算是10個億，也換不走我的心意。少在這裡油嘴滑舌。葉凡，你給老夫記清楚，婉兒若是在地宮裡少1根頭髮絲，回來我定打斷你的腿。另外，房宗師眼界極高，最討厭舉止輕浮的後輩，你收斂心性，切莫在外惹出事端。張伯伯放心，婉兒的安危我拼盡全力守住。至於房宗師，晚輩自然會萬分敬重。江總，這就是你請的高人，珍寶閣那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。現在的年輕輩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連半分長幼尊卑都不懂。房老宗師，葉凡的眼力在江城鑑寶大會上已得到驗證，不可小覷。驗證？老夫鑑寶50載，鑽研唐代秘具整整35年，他那種地攤上的阿貓阿狗，也配在老夫面前指手畫腳？乃唐代玄宫正門千金石峰。江总，把開啟大門的2塊祖傳雙佩給我。給老夫開！
房宗師且慢，內部磨損紋路不對，按你這個方位強行嵌入會觸發。無知小兒，給老夫閉嘴！唐人以左為尊，吾居左，鸞居右，3歲小孩都懂，輪得到你這地攤貨來教老夫行規？起！房宗師，虎口对欒口，在唐代机關術裡是大凶死局。唐宮講究生死調和，乾坤逆轉，必須伏虎配至右，鳴鸞配至左，這才是唯一的通天生路。你少在這裡胡說八道！房宗師，案件已發，不如按葉凡說的調換一下。唐人礼制，皇室为尊。這中門袍龍定是直通主墓室的無上生門，這是亘古不變的鑑寶鐵律，誰也破不了。房宗師且慢，睜開你的眼看清楚，那盤龍口中的燈芯早已斷裂成灰，這是死氣鎖龍之舉，眾門是必死無疑的絕脈，萬萬碰不得。夠了！你個無知小兒，給老夫閉嘴！老夫鑽研古玩秘籍的時候，你爹還沒出生呢。在這行裡，老夫的眼力就是天，我的話就是唯一的法。江總，你若還信得過我這把老骨头，就讓這滿嘴噴血的毛頭小子滾遠點兒，免得等他死在裡面，還賴在老夫頭上。都往後退！這毒氣沾膚急爛，吸入封喉，山上一丁點神仙也救不回。走你！给老子停下！房老宗師，正如您剛才教導晚輩的那樣，我走過的路確實沒您多，但可惜這地宮裡的奪命機關，從不因為誰的名氣大就手下留情，在地下虛浮的面子，永遠抵不過活命的本事。房魯士，你要還能走就跟上，走不了，晚輩背你。能走。九州龙纹鼎，真的是他！老夫苦尋40年，終於找到了。住手！這是毒鼎，碰不得！你這毛頭小子沒了是吧？此鼎表面光潔，哪裡有毒？我看你是想獨佔寶物，才編造謊言嚇退老夫。房宗師看清楚，鼎耳內側布滿了針尖微孔，幽綠毒液正像細絲一樣滲出來。這根本不是真品，而是專門絞殺盜墓賊的耳鼎。我看你就是想獨吞至寶。那真正的九州龙纹鼎又在何處？難道還能憑空飛了不成？真品不在此處，就藏在這萬金整飾雕琢的石台之下，天地暗閣之內。給老子開！婉兒，咱們可以回家了。我即刻聯繫國家考古隊，這尊國器屬於整個華夏民族的共同記憶。房老宗師，該出山了。這只是一尊殺人飲血的偽裝耳鼎，就算你在這裡看上1萬年，它也變不成真品。葉凡，老朽活了80載，見過無數真假奇真，也見過諸多爾虞我詐。老朽只想問一句，在地宮甬道內，我那般倚老賣老、惡毒羞辱於你，你為何還要用命救我？房宗師，你刁難我，那是你的脾氣，這與我無關。但地下機關冷血，可不會認你的資歷。再者說，這些年華夏北派日漸式滅，您活着比變成一段死去的傳說更有價值。神器出世，晚輩之前的言語衝撞，全當給您老賠罪。這最後一關的至尊長眼，還請房老宗師親自上台。老叟長不了這尊大鼎的眼，葉閣主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這一局老叟輸得心服口服。房宗師言重，等回城之後來老夫府上喝茶。我手裡那幾本失傳的唐代機關術孤本，帶進棺材也是浪費，通通贈與你。婉兒，這不是輸贏，我只是想讓老一輩的人明白，
咱们后辈不是来搶位置的，我們只是來接棒的人，為了這華夏行當能走得更遠。老夫劍保50載，向來狂妄自詡眼界通天，直到這次地宮之行，我才明白什麼叫天外有天。這尊大唐神物並非老夫尋回，而是珍寶閣葉閣主憑他一人的通天神眼與魄力，在九死一生的毒物機關中硬生生奪回來的。葉凡，老夫識人狹隘，數次仗着資歷輕慢，惡意刁灌於你，甚至差點害你葬送毒窟。今日老夫當着全天下媒體與古玩同行的面，公開向你賠罪。房中師，您萬萬不可如此！您為華夏北派操勞一生，這等大禮，晚輩承受不起。往後古玩行路遠坑深，咱們還要攜手同行。我珍寶閣的大門永遠為您敞開。經官方評定，珍寶閣在本次國寶搶救工作中功勳卓著，現正式授予珍寶閣國家級文物保護合作單位之殊榮，同時授予葉凡同志民間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至尊榮譽勳章。多謝官方認可，守護華夏龍脈古物是咱們主玩行人的不滅根基。我珍寶閣在此承諾，往後必將傾盡所有，護好老祖宗留下的珍寶，絕不讓任何一件國寶流失海外。今天，老夫也借着這個全國矚目的高光時刻，正式宣布一個決定：從今日此時此刻起，我珍寶閣的所有大權以及整個華夏北派古玩行的至尊行業權責，盡數交於葉凡之掌。古玩行的舊時代到這裡徹底翻篇了，年輕人往後的驚濤駭浪，就看你如何主宰乾坤了。凡哥哥，不待在鋪子裡，神秘兮兮的把我拉到這天台上來幹嘛？鋪子的景致哪有天台好？今天叫你上來，是想給你看我葉凡這輩子真正唯一的無價之寶。什麼寶貝全天下獨此一份，還非得躲在天台上才能看？婉兒，我這人出身市井，貪財嘴貧，平日裡總沒個正形，但我心裡比誰都清楚，這輩子擁有過最珍貴的礦石重寶，從來不是珍寶閣裡價值千萬的古董，而是你。你願意嫁給我嗎？你這個無賴就知道欺負人，不過我願意。一时到，新人入場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